小姑婆很凶狠，她就说你读历史没有当老师就是没用啊。准备上大学之前，妈妈的同事就看到我就说：“哎，彬彬啊，你这个大学准备报什么呀？”我说：“准备报历史。”她说：“哎呦，这么快就放弃了呀？”惨了，这几天吐槽历史大会。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教育。大陆每年最重要的就是高考试卷，被武装押运、出题的老师、判分的老师，全部都会被隔离起来，甚至手机上面会给我们发信息，哪天到哪天是高考。台湾现在多元入学方案，你会不会骑马？你会不会画画？你有没有音乐才华？背审这一套实行下来，对台湾整体的公平性是下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岛连线搁了一期啊，我想大家应该很怀念我们连线的部分了，但最近就比较忙碌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要尽量来维持更新的频率。所以大家看到我现在脸还有点肿，因为我们早上就爬了起来哈。对于每天晚上都很晚睡的人呢，这个时间点应该诚意十足啊。对，你这个时间点约等于我早上5点起来。这倒是真的哦，因为昨天大概最后睡着的时间大概天亮5点了，然后我们呢今天呢约了11点就要录，所以我们大概10点就得起床啊，把自己给整理一下。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岛岛连线系列，继续来帮我们一键3连，或者是按赞、订阅、分享，让我们有多多的收看，我们可以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前阵子因为大家一直在敲碗，哎呀，既然都做了两岸连线，那是应该聊一些两岸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只是单纯聊那些政客啊，好像有点无聊哦。确实啊，我们呢做了一点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聊教育问题，那也搭配最近大陆在高考，高考就是类似我们台湾这边考大学。我们现在考大学分成2种，学测跟指考，学历测验跟指定考科考试。现在学测还在，学测的话呢就分5科，也就是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跟自然。另外是指考，现在改成叫分科测验，就不考国英数，我们称之为主科，考副科就是历史、地理、公民、物理跟化学这些科目，看你要考的那个大学，因为它有分成第一次报考跟第二次报考。第一次报考就是用学测去做，不管是推荐甄试或者是申请入学，它是用你的成绩，还有一个面试的阶段，然后你可能还要做备审资料。第二阶段它在7月左右考的时候，它就是完全的依照分数加上你的分科的测验的成绩，每一个学校的学系它有分来评比，所以它搞了其实蛮复杂的，这跟以前的联考非常非常不一样。它有点学美国对个别学校去做申请入学的概念，然后又混合了原本的联考的逻辑，所以呢，它就形成一种并立复合制。那联考跟学测它有什么区别呢？就刚才讲到的，它会分成几个阶段。联考就是全部联合一次考，有点类似以前考状元，今年就这一次了，但联考已经废除了，因为当年说联考压力很大，但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差别，还是得考试，考试就考试，有什么那么多压力吗？压力还是得面对啊，面对不了那也没有办法。那学测后面还有指考，就是学历测验分成5科，国文、数学、英文、社会跟自然，历史科是放在社会科下面的其中一个分科，但是它是混在一起考的，它里面就会包含我们的公民、地理跟历史。所以一张卷子考这几个。对，但是它大概会分类啦。好像日本有一些大学是没有联合考试，就是你如果要去读那个大学，就要去考那个大学的考试。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日剧，就是讲一帮不是那种特别学习努力的学生，然后是一个特别酷的老师来教他们怎么样考试，将来去考东大，还真有几个考上了。也就是说，好像东大反正是得专门去考试的，但大陆不是。大陆虽然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上大学的形式，但是其实大家最认可每年最重要的就是高考。高考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社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甚至手机上面会给我们发信息说哪天到哪天是高考，请你不要在考试范围制造噪音，然后出题的老师会被隔离起来，类似围场。对，就是很像以前科举的那种感觉。首先呢，这些试卷也是被武装押运的，出题的老师、判分的老师全部都会被隔离起来，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你社会治理里面不可能每一个制度都是让大家特别满意、特别公平，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呢，大家会说高考是不公平中最公平的。至少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高分来去相对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里面也有许许多多不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一般高考大省不是教育资源大省，像河南的考生、山东的考生、河北的考生、湖南考生，
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每年考试的人数特别多，但是省内缺少比较好的大学。我们大陆以前吧，现在已经改革了，叫做双一流大学。但以前我们大家在很多社会上面的人心底里面，依旧认可的是当年211和985。211和985就是3本、2本、1本。1本里面大家再说是211，然后呢211再往上呢是985，985再选出来2个最好的就是清华北大，这个是大陆的考生鄙视链。然后211和985大学分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平衡。所以这就导致大家其实要往好的地方考，结果竞争就会非常激烈。而这些好大学所在的省份或者直辖市，他们就会优先照顾当地的考生，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你凭什么你北京的考生考的分数相对于没有那么高，或者上海的考生考的分数没有那么高？这是大陆的一个社会舆论。当然，北京考生和上海考生也会强调我们的素质教育，或者说很多不同的技能啊，什么国际视野啊，等等等等，反正哪边都有话说。所以我们不在这边去评价哪一方是正确的，只是跟你说大陆环境之复杂。那么大量的211、985都集中在大城市、大都市，而河南、河北、湖南、山东，他的考生，他如果想要去那边，要挤破头的分数，他的竞争之激烈，因为每年可能不同的学校在那个省招的学生是有定额的，而且每个专业在那个省招的学生是有定额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首先是资源的配额比较少。第二个，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有一些大学想要往市场化去改革。所谓的市场化，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我们刚刚加入 WTO， 21世纪初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大陆的科技啊、经济啊、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所以很多那个时候的人，要么呢是迷信美国制度，要么就是直接从美国把先进人才挖回来。那么他们就会认为，以后改革就应该向美国去看齐，结果就有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讨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以北京大学为首成立了一个所谓我们叫北约，然后呢清华大学为首成立了一个大学联盟叫华约，然后一帮学校就开始说，哎，我们也要开始有一些名额自主招生，就学美国大学那套，看看你有没有推荐信呢，你会不会骑马呀，会不会滑雪呀，有没有体育成绩啊，有没有拿过金牌等等等等，这样子你就可以进大学，你就不用参加这些考试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然后社会的舆论和辩论非常非常激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在直击社会主义最重视的一个东西，就公平。这个是相当于去砍别人的出路。反正每次一旦触及到教育公平的时候，这个是大陆社会最重视。你可以说，一旦涉及到教育公平，所有人都会参与讨论。这个是中国大陆整个社会最关注的一个事情。最近我邻居有个弟弟刚刚高考完，他就是湖南的考生，我在帮他琢磨怎么报志愿呢，因为许多的大学在湖南考生本来招的那个名额就有限，所以他的选择又更加的有限，所以我们就在琢磨要先选城市还是选专业，还有你到底是选什么样的学校，到底你的尾缀是带大学还是带学院，还是你是选一个民办等等等等。然后呢，考试我们也是3个主科，就语数外，语文、数学、外语。这个外基本上是英语，然后呢，你可以选3个辅科。在报的时候，就像刚才你说填志愿，它的志愿的填写方法叫做冲、文、保。就是你分出来之后，你会立刻得到一个你在全省的排名，你就会去看你心仪的这些大学之前这个专业在你们省招多少人，然后呢招的这个人大概是在排名的多少名，因为分数每年可能会变，但是你的排名是比较有标准。如果离你比较远，大家会冲这些学校，然后呢稳又是一波，最后一个叫做保，保就是基本上你肯定能上，然后先录冲，再录稳，最后录保。所以你的冲里面，如果你一下子被一个学校给砸中，那下面你就不用再去纠结了，你就冲成功了。所以报大学志愿也是一门学问，光讲解怎么样报大学志愿，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在大陆现在最有名教报大学志愿的老师叫做张雪峰老师，他的公司也很赚钱，因为在大陆你只要是说给小孩学习，除非是特别混的父母，不然啊给小孩花钱学习这件事上上不封顶。这又讲到了两岸一家亲，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重视教育这件事情。台湾现在是因为参加学测跟分科考，但它的报名是多元的，它叫多元入学方案，所以呢，它就跟大陆一次填那个志愿表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现在学测的部分变成个人申请跟学校推荐，细节我们就不讲了。简单来讲，这个学校会有一些名额试出来，有一些人可以透过学校推荐的方式呢，你也可以用个人申请去试看看。那一样，如果你会不会骑马，你会不会画画啊，你有没有音乐才华，你有没有比过赛啊，这是属于你的备审资料，然后你就拿着厚厚一本的资料。确实，这也是个商机，做备审资料这件事情，就你自己
理都不知道你长这样，但是补习班知道你长怎样，所以补习班的附带业务就是做备审资料，做的真精美，然后来教你怎么样去口试。这一套就有点学美国的，就是它就不单纯是成绩。这一套实行下来，其实对台湾整体的公平性是下降，因为它当中变因多到你很难把它限制在一定以内。其实不管是台湾以前的联考，或者现在大陆的高考，它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减少人为干扰因素，更多的让客观的条件具体去呈现。那台湾人因为认为这样子好像让联考压力很大，但是其实并没有减小啊。因为呢，你废除之后呢，从我那时候开始考到现在的孩子，因为他们做备审资料，然后他们要学怎么面试，然后呢，他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每天都很认真。像我们那时候决策可能还要看一下在校成绩，像指考就不用看。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要做指考，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很混，我高中的时候都翘课去网咖，后来这个迷上魔世界。我是一直到高3的时候突然开始比较认真了。有一天被一个女同学呛说：“你吵死了，你都不认真念书啊，你在吊车尾。”我说：“哎，老子没认真而已，给我小心一点啊。”他说：“哦，你再怎么认真，你都是倒数的，我随便考了10几名一定赢你。”后来我应该是全班第4。有一次老师想说：“哇，像艺修一样要认真念书。”但是我前面欠的债太大，包括我有跳课的记录，然后我平常成绩又不好，所以如果我去做面试备审的话，基本上我是过不了。所以其实这对于很多一般的学生来讲，他可能一直得当人家眼中的小孩。那他的家境环境好一点，资源多一点，对他来讲当个好学生宝宝是不是比较帮助？那像我们家，因为我爸妈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工作都很繁忙，所以老实说他们也不懂怎么去教育我们，或者是也没有时间，那我们就自然的发展。虽然我爸很严格，但是反正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到嘛。他是轮班的，早班早班，中班中班，晚班晚班，休假休假，那所以他的作息时间永远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也不太会管这个，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关系。所以我想啊，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啊。对，你刚才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我爸妈基本上是不怎么修理我，唯独读书这个事情，我妈打我基本上都是因为读书这个事情。除此之外，真的是母慈子孝，父慈子孝。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学习，就是试卷拿来我检查一下，我就知道又要挨打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还管我成绩的时候，少1分要打1下，然后家里有各种棍子，有藤条，有椅背拆下那个木头条，哇，那个最痛，那好硬啊！可是我到国中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大概都会校排前几名，所以摆脱了。到高中的时候是不受控，但是因为大了也管不动了，所以我想大家读书应该都是很多的血泪啊。即便他的成绩还不错，刚才聊了那么多，主要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两岸各自的教育文化。我发现其实蛮接近的，基本上爱的教育都不少嘛，教育的态度其实都是蛮接近的，对，蛮坚持的。其实，在台湾也是啊，很多爸妈为了要读好一点的小学，或者是好一点的国中，因为台湾有公立小学，虽然表面上没有落差，但事实上它就还是会有大的落差嘛，就迁学区、学区房嘛。大陆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对外国人来讲是莫名其妙，有病吗？这也跟美国人学的。我跟你说，这些东西你只要跟美国人学社会公平，那你就是算学着了，约等于跟黑道学手法，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到孟母3000的故事。那台湾跟大陆的教育这边，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大概的制度。像台湾现在叫做12年国教，就是说6年小学、3年国中、3年高中，我们叫高级中学、国民中学、国民小学。那肖哥的大陆这边呢，就是6年的小学、3年的初中、3年的高中，但是有一些地方会不一样，比如我知道上海这边是5年的小学、4年的初中、3年的高中，但是其实区别不大，最后你都是得上12年。如果你要参加高考，当然在大陆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是9年，就是你读完初中，所以大陆的一次分流其实是在高中这里进行分流，很多地方的高中的录取率是50%，然后呢被分流掉的会去上职业学校，或者有一些人就直接去工作了。那跟台湾前几年实施12年国教之前也比较像，然后我们后来实施12年国教之后，基本上高中跟高职已经快分不出来了。我们本来有很好的高职教育哦，但是这几年因为把职业学校高中化了，当然他还是强调一些技术层次，你要考一些证照，比如说我弟弟他念的是高雄工业职业学校，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雄工，那是高雄最好的职业学校。他后来是去念大学，然后大学念了之后呢，研究所一样又回到了学术体系高雄科大，所以很有趣啊，就台湾的学校搞到后来同质化了，就职业学校不见了，这是有一个差异啊。所以现在状况就是考大学的人，不管他是考学测跟指考，还是另外就走高职路线，它叫统测、统一测验，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回到学校，只是说可能给的名额不太一样。像大陆这边可能就比较单一，如果是高中的话，才会有高考的部分嘛。对。所以这两岸差异。更早以前，像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科公民科一起做的，叫做三民主义，这个废掉了。那以前是真的要读三民主义的，我是末代三民主义宝宝。还有读到一点，有一个人搞不好他的三民主义很好，我怀疑就是赖清德。
所以他最近呢搞赖清德团结十讲，就在学孙中山十讲。这要不是老一辈的提醒我都忘记孙中山有十讲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呀，那个赖赏还是懂这事的。好，这是一个部分。不过现在大概历史科是相对比较边缘的状态了。你看历史科就知道了嘛。啊，为什么那么边缘？不是啦，哎，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次代替我太太参加她亲戚的婚礼，那一天呢，那一桌都是她的姑姑，但是当中有一个是姑婆，然后那个小姑婆很凶狠，她就说：“啊，你读历史有什么用？”我说：“然后我就开始解释嘛。她说：“啊，你没有当老师就是没用啊。”哇，我真的觉得蛮 shock 的哦，你就知道根深蒂固，读历史没什么用。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说完这个例子，我不得不说跟你同样的例子哦，真的哦。大陆我们这边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台湾那边有没有听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哦，那怎么办？学好历史呢？学好历史就失业啊！哎，等一下，怎么会这样？所以大家说，两岸一家亲。对，还说不是中国人。我想馆长应该体会最深，耳朵痒痒。真是大陆这边对于理科生、工科生在社会中的承认程度，然后呢好就业，或者说对于天才般的崇拜，其实都是很高的。一般我们说谁是学霸，不会在文科生里面说谁是学霸。听到一个人是学霸，至少我那一代了，因为我也已经很久不上学了，我们脑子里面假定，要么是理工科很好，要么是什么呀？像我是海南的，小的时候我那一届如果说想要考比较好的初中，甚至要考奥林匹克数学。奥数做得很好，你像我一个文科脑，但是我每周末都必须要去补习奥数，而且那个奥数还分班。因为那个时候海南那边最有名的老师叫张力奥数，还分 A、B、C 班还是1、2、3班，就是你从数字最大的那个班开始读，然后慢慢的，好像每个月吧还是每个季度会考一次试，然后你就慢慢的升班，然后最后才能让了不起的张力老师来教你数学。我怎么有一种像王安石太学三色法？一转一转，慢慢转上去。然后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大院里面的嘛，机关大院，因为我爸妈都是公务员。然后在1988年，海南从广东分出来独立建省，我妈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我爸是湖北的。然后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分配到海南来建设海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大陆派过来的这些青年人才到了海南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跟我说，她刚到海南的时候，你想哈尔滨是属于那个时候大都市，结果一来到海南，那个时候土路，整个海南岛，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海南宾馆7层楼，那是海南最高的一栋楼，所以他去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环境，他们就是每个机关都会有自己的办公楼，后面呢就是家属住宅区，然后呢拉一个大围墙，这我们就管这个叫机关大院，这个是大陆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居住聚落的一个形式。然后我是生在这种环境里面的，所以我是生在海南长在海南的。我在之前看很多网友说，你都不会讲海南话，你怎么冒充海南人？我说我跟海南人讲话就会有海南口音，但是我跟其他人讲话没有那么强海南口音，有的时候我口音会有一点海南味儿，但是人家会以为我是被你的口音带跑了。我们台湾口音还是很强大的。对，因为海南话也是闽南话，你知道吧？话也是，所以说他讲普通话的时候，那个口音也是有点像台湾口音。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准备上大学之前，因为院里面的人都认识的嘛，在那天上电梯，结果有一个我妈妈的同事就看到我就说：“哎，彬彬啊，你这个大学准备报什么呀？”我说：“准备报历史。”他说：“哎呦，这么快就放弃了呀？”这个可以，惨了，这几天吐槽历史大会。比你那个还要狠，你那个说你能找什么工作，他直接就跟我说这么早就放弃了呀。那我再加一层伤害。我考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我爸妈不给我填志愿，他们呢把志愿卡给收走，他们填完之后就把它送去学校了。所以呢，我其实没有看到我的志愿卡。最后呢，上的是东吴的法律系，但事实上我对法律是很没有兴趣的。所以呢，读了半年的法律系，那半年我几乎没去上课，每天就躲在宿舍里面打魔兽世界，打着打着呢就把自己给打掉了。我们台湾那时候还有所谓325，大陆这边应该也有退学制度。那因为东吴是一个点名很严格的学校，毕竟这是教会学校背景嘛，比较有
纪律哦。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像我们台师大连2艺都废掉了，反正就是不可能退学了，就是要用爱跟关怀照顾学生，不能鄙视学生。后来我就去重考，我就重新填志愿，因为我就只想念历史，我对历史非常有兴趣，我就好像是填台大、政大、师大，然后后面继续填下去。后来我就上了师大历史，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英文比较不好，台大跟政大都蛮重视英文的，那师大在英文加分方面那么严格要求，所以就考上了师大历史。但是我的历史成绩算蛮好的，上台大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位小朋友学英文很重要，好，不要像一样一直要拖到考研究所才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说啊，还是得认真学一下英文。我考上之后，我家老爹一句话不跟我讲，他很不爽，他觉得你怎么会去考历史系？因为他觉得读法律系可以出人头地，读历史系是没有用的科系。后来整个暑假2个月一句话都没说，都要开学了，我慢慢着急啊，哎呀，这样要搬家啊，因为那时候我住高雄，台湾师范大学那是公立学校，所以有宿舍，然后我们就要搬进去。但是我老爹完全不管这事。后来我想说他不管就算了，我妈就说我们自己弄吧，但是总得破个冰吧。就我就想到一招，我就写个信，就说我会好好念，因为历史是我真的喜欢，希望他可以支持我。他看到那个信之后，真的想到我要出发前一个晚上，还是当天早上，我有点忘记了，才跟我讲话说，好啦。阿丽啊，真正有介意哦，你就好好念嘛哦。阿丽跟你讲的哦，你该爱做稿，我印象非常深刻。从那之后才慢慢破冰，你就知道历史系在台湾老一辈的心中，那是何等的低贱，贱民不如的科系。因为皇萧大学的本科跟我是一样，我们都读历史，然后你加国关嘛，对，然后我是加教育嘛。惨了，这场是不是现在历史人的伤口舔舐大会？当然我知道，因为他是气我当年被退学重考，那重考花我自己的钱，但是看完科技之后他更不爽。但没办法，这个也是两岸我们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时候，确实是理工科，而且两岸社会在普通人的社会评价上面，其实就是看能够创造多少的经济价值、经济贡献，对吧？其实就主要是来自于理工科的这些技术人才，所以我可以理解。但是台湾社会，我觉得应该有美国的影响。另外，民进党这一批早期党外时期反国民党独裁时期那些人出身应该都是法律系出身的，所以可能这个导致法律系在文科里面应该属于人上人。对，这个也有点受到日本殖民时代影响，因为在日本殖民时期有所谓的3师：医师、教师跟律师。那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他是严格限制台湾人去读其他的人文学科，尤其历史类。大家知道读历史很容易造反，因为当读历史你就通透了，那通透之后，很大程度上你会脱离一级趣味。比如说人家问我说：“历史哥，你缺不缺钱呢？”我说：“几个万没有了，但是1000万缺了，因为我要还房贷嘛。”但其实我对钱真的就没有那么需求，看透了1000万，那你就慢慢还嘛，你也不可能一天直接赚1000万。历史就是讲长不讲短，还有就是权力的欲望，你就会觉得还好，反正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人物是过了嘛，上上下下，所以做自己觉得开心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比去追求权力啊、追求金钱，但是钱是一定要的吧，毕竟做频道、开公司要养家，这个是很正常。但是你就会比较淡，但是你就会对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特别的去看待。昨天刚好我跟一个朋友在聊，他就在讲一些政治人物，有些人好名啊，有些人好权，有些人好钱啊，所以才驱使他来做这个政治人物。就聊到我就想说，我好像没那么好名好权。我为什么好名呢？因为名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需要名，没有办法，对，不好管。所以你看台湾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反抗的领军人物是谁？医师很多，比如说台湾最有名的，号称台湾孙中山，他也是孙中山的铁粉，就是蒋渭水先生。台湾现在还有一条高速公路是用蒋渭水取名字，就从台北到宜兰那一条梅花5号渭水高速公路，这个是纪念蒋渭水先生，他就是孙中山铁粉，就上医国，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影响很大，然后再加上日本殖民影响，所以综合来说，台湾的医生在整个社会地位高的不得了。比如说现在还被关在里面的柯文哲啊，然后最嫉妒恨他的赖清德，还有很碍眼的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这些都是所谓的医师。还有像国民党现在立法委员有一个叫陈金辉，她是不孕症的女医师，之前她被我们台湾另外一个民进党立委钟嘉宾熊抱，像性骚一样抱着这样摔下去，乱七八糟事啊。不过就是会有这种医师从政很天然的正当性，所以医师是理工科人才嘛。那文科的话就是律师，老师一般就比较不掺和政治，因为老师被认为说是要去政治化，他必须要相对中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肖哥提到的是对的，就是说台湾有这样历史背景的传统，再加上科学园区的发展，所以人才都往理工科去移动，其实跟大陆现在很像嘛，要强国要建设，肯定是理工科人才为主。所以呢，的历史就更边缘化了。本来在日本殖民时期就被边缘化，然后老蒋来了之后呢，也不要你学太多历史嘛，你跟着党走就好了，所以又在被边缘化。所以到今天呢，在台湾的历史其实相对是比较边缘化，这个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的智库几乎都是历史学群类
类的人才，他都是要跟社会科学，然后跟历史学结合，成立各种中心，然后那个里面就是要找这类型的人才。就算不完全是历史本科，可能有很多相关科系，但是他都必须学习大量的历史，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岛岛连线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岛岛连线的话，记得要继续的追踪起来，也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什么样的内容或什么样的主题，让我们有更多的知识。那我们就继续一起超越极限。对各位观众，如果说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对于我们刚才聊的事情，你也有自己的看法，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那我们就祝大家变得更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